Keria 英雄联盟项目史上唯一的 S 赛3连冠辅助，也是 T1 里极少数没有被 Faker 掩盖光芒的选手。作为辅助位 GOAT 的最有力竞争者，最让人觉得恐怖的是，拿到了如此变态成绩的他，却依旧让人觉得他还没有达到他职业的极限。原因只在2个字：天赋。 민석이가 저보다 뭐 재능이나 이런 것들은 더 뛰어나다고 생각하는데 제일 민석이한테 정이 가고 뭔가 처음에 같이 하고 싶었던 것도 在职业圈这个天才少年多如狗的环境下， Keria 在出道时就获得了极其恐怖的认可。LL Esport 官方在2022年曾为 Keria 专门做了一支人物短片，标题就是 Keria The Genius Monster。简介里直接就写到 ，Keria 在 LCK 出道不到2年，就已经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辅助之一了。不是 Genius 天才那么简单，而是天才怪物。而在国内更广为人知的是 LCK 业内对于 Keria 的评价。 프로템플러가 역천계라는 표현을 썼습니다. 역대급 천재 괴물 이렇게 그 이상의 어떤 칭찬이 없을 최상급 표현만 이렇게 붙여놓은 그런 선수입니다. 历代级的天才怪物。力天怪这种词能安在一个彼时还没有获得任何大赛成绩的选手身上，可见韩国业内对 Keria 天赋的认可。作为将 Keria 带入大众视野的 Deft 也在采访里说过， 뭔가 세상이 잘못된 게 아니면 저는 민석이는 결국에 우승을 할 수밖에 없는 선수라고 생각해서 所以 Keria 的天赋不是因为有成绩兑现而被承认，而是他真的太有天赋了，以至于没有冠军才让人感到奇怪。要知道那时还没成绩呢就被吹成这样，这放在 LPL 大概率要被按上一个 CJB 的帽子。但实际上对小 K 绝大部分玩家都是极其认可的，因为天赋确实肉眼可见。可即便说是肉眼可见，但讲起来又感觉虚无缥缈。因为相比传统体育里的天赋，电竞的天赋有点太过于抽象了。篮球运动员的臂展、弹跳、启动速度，短跑运动员的步频、爆发力、反应时间，足球运动员的触球频率、变向能力、身体协调性，这些东西虽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运动员的上限，但至少给了我们一个量化的标准，让我们知道天赋并不是玄学，不是妈妈觉得你很棒很有天赋的那种主观判断，而是可以客观量化的东西。但在英雄联盟甚至所有的 MOBA 游戏 ，MOBA 的天赋标准是一直没有被量化的，我们得借助段位、集锦去侧面判断，毕竟变量确实太多。职业选手的差距往往也被包裹在多重复杂的因素里，版本理解、英雄熟练度、团队体系、沟通效率、临场决策、资源交换、视野布置，这些当然都重要，但他们也会让个人天赋这个事儿变得越来越模糊。没有量化的天赋，我们就无法用一个准确的数值去描述它。这也间接导致了 MOBA 青训困顿于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选手的选拔没有标准。他更看的是伯乐的眼光，给你机会你才能展现自己。但像文班亚马、詹姆斯、姚明、哈兰德这种，你看他那个身材，你就会说一句：这种天赋不去叉叉可惜了。而电竞里很多高端的玩家其实并没有电竞天赋，但他们要知道这一点，往往得碰得头破血流。可天赋真的无法衡量吗？在游戏里的超级天才，什么 Faker、Keria、乌兹、The Shy、宙斯、兵哥哥、左右手这些选手，其实这些人从出道开始，观众就能感觉到他们的与众不同，哪怕没有成绩时，你看这些人的比赛也能知道他们就是与众不同的。当然，同样是天才级，这些天才的才能在显性上当然会有不同，但这也导致了中下游的选手甚至都不知道如何去进步，因为很有可能他们学习模仿的更顶尖的选手，在操作习惯和逻辑上是完全不适合自己的。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选手只能跟着版本走，因为 MOBA 甚至都还没有 FPS 里的练枪说法。你想提高操作，你都没法练，你总不能靠 rank 吧？排位对于大部分选手来说，就只有一个提英雄熟练度和热手的作用。所以很残忍的是，在撸啊撸项目上，天道并不求情。玩家的天赋兑现完后就几乎定型了，除非 Faker 这种超级天才能够实现打法上的转型外，大部分选手都会困在自己熟悉的路径里。困在路径里的原因是因为天赋给予的部分选手跳脱不出来，而跳脱不出来是因为大伙从来都没有认识到天赋到底是什么。你都不知道是啥情况，你怎么练呢？所以今天就让我来和大伙从 Keria 这个公认的超级天才出发，我们会从他的素材来进行量化分析，讲讲选手的天赋与操作之间的关系，并且我们会尝试用 AI 模型工具，慢慢的将天赋与操作部分进行一个量化，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数据，让大家明白为什么 Keria 是力天怪，而 Keria 的天赋到底有多高？有多高啊？3、4楼那么高了。
那欢迎来到元某人充电视频系列之选手分析篇的全新篇章。往后所有选手的分析，我也会通过我们建立的这个数学模型去进行一个解读。当然，我也必须要跟大伙叠个甲，能力有限。目前我们的模型和分析方法都还在初级阶段，当下也只是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展示，所以如有错误，万望海涵。在具体到 Keria 前，我们得先思考什么是真正的天赋。在过往的分析里，我和大伙提过，撸啊撸电竞选手的实力总共由3个大块面来共同构成：精神属性、游戏智商、游戏操作。精神属性虽然和性格息息相关，但随着选手的阅历、经验的累积，精神属性是能够得到改善的，而游戏智商也可以通过学习总结去提高。就这2个部分的天赋虽然比重不小，但终究能够靠场数与实战去提升。所以本期我们不讨论这些有提升路径的部分，而是把重点放在撸啊撸领域无法被教学的操作部分。不是操作真的无法提升，而是在这个阶段，操作是撸啊撸里最黑箱的部分。我和不少一线的教练员交流讨论过，就顶尖选手为什么如此可贵，本质还是这些选手的操作，这些基础数值部分，教练员完全无法教学他们。你只能告诉他什么是对的、好的，但如何做到这一点，还得看操作。而越是上线，越是如此。所以选手的操作能力是当下的天赋黑箱。你觉得能练吗？就是操作能练得越来越厉害。哦，是啊，怎么练啊？这 OK， 既然操作是所有天赋里最为难得的部分，且又基础，那有了目标后，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思考选手操作应该如何来量化了。在电竞领域呢，探寻操作量化，在过去它有一些指标，老 RTS 玩家应该都听过一个概念 APM。每分钟鼠标点击和键盘敲击的总次数，也是我们现在俗称的手速。在星际魔兽的传统 RTS 时代， APM 几乎成了衡量一个选手是不是天才的硬性硬指标。但 APM 这个数值并不能直接套用到 MOBA 游戏里，因为游戏的操作逻辑有本质不同。APM 的数据采集是来源于键鼠的点击，点击啊，在 RTS 里是一个优质指标，在于英雄的单位与快捷键足够多。你的键鼠点击频率越高，就意味着游戏中单位能够做更多的动作。但撸啊撸里并非如此，由于我们只操控一个英雄单位，且存在技能 CD、施法普攻的前摇后摇，所以很多玩家在技能进 CD 时还会一直按键盘。但这种操作虽然会在 APM 上有所反应，但对于操控英雄本身没有意义。即便你去掉这些无效的点击，但撸啊撸也并不是一个按的越多就越厉害的游戏。毕竟单一英雄它没法同时做多个动作啊，你有单位时间内的操作上限。所以 APM 这个传统量化标准并不适用在 MOBA 类的游戏里。那此时我们就得换个角度想问题啦。同样是操纵单一英雄，如果我们站在操作的本质去看，撸啊撸被输入驱动的这个过程里，与格斗游戏甚至与瓦这类 FPS 都没有本质区别。我们假设将普攻也当做一种特殊的技能释放，那么游戏操作逻辑只由2个部分组成：一、走位躲技能；二、释放技能攻击，即移动指令与攻击指令。在格斗游戏里，玩家的左手是负责控制角色的移动和搓招的，而右手控制攻击和技能触发这些攻击指令。而在 FPS 里，哪怕是瓦 OW 这类有技能的射击游戏，也遵循大体上左手控制角色移动，右手控制开枪去下达进攻指令的原则。只是这些和格斗游戏一样，偶尔放技能时需要用到一些左手而已。但总体来说，这类操作单英雄的游戏，左手负责移动指令，右手负责进攻指令，那是常态。实际上 MOBA 游戏大部分也是这种情况，像 LLM 与王者荣耀，它的手机上也是遵从着左手负责移动，右手负责进攻。所以在操作起来时，大伙也会感觉得到，手游上去实现走 A 实现连招的效率是更简单的。除开手游有辅助瞄准外，更重要的是手游的指令从本质上就是被分开的，你的左右手各负责一部分，那操作英雄的难度自然会再降低。但在撸啊撸这种传统的老 PC 游戏，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我们的移动和进攻指令都被集成在了右手的鼠标上，而左手键盘承担的更多的还是触发技能、衔接普攻等职责，它偏一个辅助位，因为鼠标没有点击到目标的话，你键盘按再多也是0。所以撸啊撸是一个以右手为核心，左手做辅助的 MOBA。我们的走位和瞄准这2个动作，它都得靠右手来实现。当然，在这里我们就稍微聊一聊同类型的 DOTA 2的不同。同样都是用键鼠操控英雄，但 DOTA 2由于具备超级多、超猛的技能与装备主动，也有更多的指向性技能与更夸张的数值，这导致它游戏的博弈过程里 ，DOTA 2的左手键盘操作压力反而大于右手。在英雄转身速率很低、抬手很重的 DOTA 2里，
右键频繁小走位的价值在超宽判定的技能覆盖下会被稀释掉。它更讲究的还是进攻的时机，什么时候按下 BKB， 什么时候吹风，什么时候用跳刀，用推推棒，这些都是左手要承担的操作任务，它不会因为你右手慢了一些而就 miss 掉。我们就拿 DOTA 2普遍被玩家誉为手速要求很高的卡尔来说，我找了一段连招素材。大家可以看这名博主的键盘，他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狂按的，但右手操作的鼠标指针却几乎没有怎么移动过。而在大部分 DOTA 2的游戏场景里，他们的反应比拼也是更比左手而非右手。这也是为什么 DOTA 2对老年玩家更相对友好，因为它更强调左手的按键，更强调 timing 即释放技能时机。而经验的积累，那就是很有帮助的。不是说 DOTA 2的右手鼠标点击不重要，而是相对于撸啊撸这样极其注重右手，那 DOTA 2在右手瞄准的难度上无疑是更低的。只能说从 RTS 游戏到 DOTA， 再到后续的 DOTA 2和撸啊撸，在那么多年的发展侧重下，已经是对玩家要求完全不同的游戏了。撸啊撸在左手键盘的技能释放虽然也有一定占比，比如这波宙斯的反杀，瞬间按出4个键，但大部分情况下，右手的鼠标穿插左手的技能施法，才是你撸啊撸玩的流畅的关键。在游戏中能被认为高难度的操作，往往也不是说按键盘多快多高频，而是右手需要鼠标又快又准的进行瞄准加移动，再穿插合适时机的左手键盘按键。其实不仅是杰斯这样偏长手的英雄，哪怕是画面中 UP 主的操作，狮子狗这种纯近战，大家也能看到一波拉扯中键盘在整个操作中的占比有多低。既然是强右手游戏，我们自然要从右手的行为逻辑出发。这里我们用一个场景来拆解一下右手操作在游戏中是如何达成的一个很经典的问题，为什么分段越高，在对手有闪的情况下，石头人的大招就越难中呢？很多低分段玩家会把躲石头人大招视为纯粹的反应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中高分段玩家容易躲，本质是预判与对键数步骤的合理规划，他们是降低了对反应依赖的。我们先从实际场景出发，在石头人大招启动撞到目标前，那这个时间都是能交闪现的空间，也就是所谓的操作窗口期。你知道石头人会大你有他的信息，假设你的鼠标可以任意摆放，那此时你的左手已经放在了闪现按键上，指针也放在了后面。在这个最远距离的场景下，只要你眼睛看到了石头人有大招的动画，甚至像素的移动，你按下闪现就知道你肯定能躲开。如果把人脑换算成 AI， 那这种操作所需要烧的 token 是最少的，因为操作压力小嘛。而当我们把场景变复杂一些，比如这里出现了一个残血的人头，我们要吃这个人头，此时因为场景需求增加，操作压力也会复杂。这里最简化的方法，那是直接按闪现，我就往人头方向穿梭闪 A 闪，但这里就是增加了一个右键，我做了2个操作动作，烧了些脑子，但也不多。但这种完全放弃右键就明显不是高手啊！如果是高手，这是可以做到先右键 A， 再加上移动鼠标，再按出闪现的。那为什么我们场景要预设鼠标位置可以先摆放？因为假如不能先放鼠标，操作场景就变成了鼠标瞄准移动，右键鼠标再移动按闪现，操作的窗口期就会变得压力非常大。所以当年 iBoy 那个草丛躲竹梅大招，可以看到他就是 A 的瞬间发现草丛有技能，哪怕以他的反应也只能按下闪现，而没有时间再去移动鼠标重新选位置，总不能一声拉枪吧？而游戏实际中的场景又是非常复杂的，想要实现操作的需求，核心是选手的鼠标够快的同时，轨迹也要更准，对吧？你光快没用，你还得准啊，你的键盘还得在合适的时间按出相应的技能啊。当然，绝大部分人其实都不是靠提升反应和鼠标灵敏度让自己操作更快的。大伙提升操作窗口期的办法，主要是靠多做一些预输入。就像前面说的那样，鼠标在进入攻击范围前，我就已经提前锁定这个残血。那此时在英雄做出动作前，就已经可以提前移动鼠标了。虽然操作的窗口期看似没变，但这个预输入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操作窗口期。可以讲，预输入就和 FPS 里的预瞄一样，也是操作的一部分，也是一个玩家是不是入门的关键。很多低分段玩家都不太会给自己做这种预输入的操作，而想成为高手，还是得多多利用预输入来提升自己的操作窗口期。但你要想往上提升啊，那你就得结合对对手行为的预判。多说一嘴啊，在预输入加预判这块的技能部分 ，The Shy 的第一视角应该是我目前看下来最顶级的。关于预输入，很多人只停留在技能衔接闪现上，但实际上这个知识对于玩家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大伙有没有注意过，大部分玩家在被追击黏住的时候，鼠标往往会点击离英雄很远的地方，就你感觉英雄被扯着的时候，反而会有种体感，你想要挣脱嘛？此时就会用更大的预输入来保证英雄在持续的往外跑。
但如果鼠标按的距离很近，从操作逻辑看，你按近点反而能更好的微操英雄进行小走位，对不对？甚至如果要反打，鼠标所需要移动的间隔也会更小呀。但大部分玩家，包括职业选手，被黏住要逃跑时，都会选择按得很远。本质就是从心理层面，希望用更多的预输入来换取眼睛收集信息的空间，进而去做下一步的判定。如果你要建立反打的预判，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思考的。所以撸啊撸有一个很奇妙的快感，就是拉扯。为什么很多玩家在对线中偷 A 别人一下，就会觉得莫名的爽？因为要预判对手的行为，同时你还要操控鼠标去和对手拼微操作，这个操作难度还是蛮大的。而不想被预判，本身就不能做太多预输入的走位，你预输入的走位越多，对手就越能看穿你的下一步。而如果他在你预输入到下一步之间做了反制，你反而又要重新建立攻防逻辑。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在拉扯的过程中，一方一旦开始落入下风，就会连续的吃瘪，因为这个节拍乱了。这种围绕着鼠标位移的博弈，其实比很多时候看似华丽的连招更加稀缺，因为使用连招打一个不会动的木桩，其实是能熟练生巧的，难的是对手也在动，场景也复杂的情况下，你还能打出复杂操作。前者需要的是快，后者是又快又准，而这才是撸啊撸操作的精髓所在。而预输入是一个完全绑定鼠标的操作技巧，因为移动指令和瞄准攻击指令都集成在右手鼠标的情况下，你要做到又攻击又移动，你就得不停的使用预输入。如果说 The Shy 的预输入加预判是最精准的，那么预输入接快速反应最高频的，当下应该就是上路阿宾、宙斯这种微操怪物了。当然这个目前我还没有量化数据支撑啊，属于我个人看素材的个人观感。但不管怎样，鼠标是撸啊撸操作的核心点，我想大伙应该没有异议了。可以上的讨论那都没有数据支撑啊。就像我们虽然知道普通玩家和高分段玩家操作差距很大，但多大大在哪儿就更不清楚了，我们只能靠段位去侧面论证嘛。那 Keria 的天赋就更加无从谈起了，所以我们还是得用数据说话。在2024年，来自韩国延世大学的 eSport High Performance HCI Lab 一个专门研究电竞和人机交互的实验室，他们在人机交互领域顶级会议 CHI 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撸啊撸的学术论文，论文名叫《如何描述和量化英雄联盟中顶级玩家的输入行为》。他们首先开发了一个工具，采集了193名不同水平玩家的键鼠输入日志，然后再通过4835场真实的排位比赛来作为他们论文的实验素材。该作者认为，游戏水平不是单纯的鼠标移动的快，按键按得多，甚至也不是反应够快，而是要反映在最终游戏中的3种任务里，即英雄控制与战斗、对局势的感知，还有团队的沟通。这点和我们前面聊的方向完全一致，就是你单纯的手速快点击多在撸啊撸里意义是不大的，核心还是在于该操作的时候能够快速准确的进行操作。而围绕着这3种需求，他们将各个水平的玩家习惯基于键鼠的输入数据量化成了8种跟游戏水平有关的技能，从中可以发现8个技能指标在不同段位组间它存在着显著差异，不仅是职业组，连王者钻2段位的 Level 4也和中低分段有着明显的区别。而与英雄控制与战斗这个操作关联最大的4个技能，分别是走位输入能力、风险补偿能力，还有鼠标执行精度与连招输入能力。这4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职业组和王者组不仅和中低分段存在明显的数据差异，即便是王者和职业也有不小的距离，尤其是风险补偿能力和鼠标执行精度这块，王者数据是比不上职业的。但我个人认为，两者的差距并不仅仅体现在均值的数据上，因为只看数值的话，高分与职业在走位输入能力上，你说91和92真有什么本质区别吗？真的也就还好，对不对？但如果我们看表上的误差棒，那两者就有了显著差异了。误差棒的长度反映的是数据的变异性或不确定性，那这样看，难道说职业组的操作更不稳定吗？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在开篇已经反复探讨了，操作这块讲究的是效率，而非单纯的数值比拼。上下限的动态范围越大，反而代表着你能做到的频次区间越大。这一点我们可以看连贯输入能力，这是一个反映键鼠完成施法连招效率的能力。可以看到，王者组虽然平均值不如职业组，但两者在误差棒的动态范围上反而区别并不大。除了新手级别的超低分段玩家误差棒最长外，其他分段大伙甚至都差不太多。原因就是撸啊撸的键鼠技能连招就是相对简单的。
你的什么皇子 EQ2 连和职业哥的皇子 EQ2 连很难在输入上有什么区别，所以连贯输入能力的上限在有熟练度的情况下就是差不多的，所以大伙的数据波动也是差不多，只是说王者和职业的均值它更低。这才代表着同样难度下他们输入的稳定性更高，那下限更高。所以回到前面的走位能力和其他操作相关的数值，可以发现职业级的误差棒就是普遍更长，这反而更能代表职业级的操作上限。我个人的结论是在操作量化这个领域，均值其实可以代表选手能做到的操作的稳定下限，而误差棒所代表的动态范围可以作为选手操作上限的一种展示。当然，这不是这篇论文作者的结论，而是我个人分析后的看法。但不管怎样，魔法的操作已经开始有了被量化的空间，而这篇论文也让我们明确了普通玩家和职业哥在全局比赛中的差异。但别忘了呀，职业之间亦是有差距。都是同敌人，我原本没想降维打击。这篇论文的分析方法更偏向于全局综合分析，在长达几十分钟的全局数据中去求一个均值。那作者自己也讲了，从王者提升到职业级，区别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游戏知识局势理解还有团队执行，而不是只看鼠标控制或者视觉反应速度。也就是说，游戏进入到一定水平，掌握了基础知识和基础的英雄控制后，你就像 FPS 游戏学会了走路和开枪一样，此时最快能提升的反倒不再是操作了，而是游戏理解的提升，是对局势判断这种更宏观知识的掌握。但这并不意味着微观上没有操作差距，毕竟当我们去看职业选手之间对抗时，谁是天才依旧是一目了然。本质还是这篇论文的分析方法其实就是会稀释掉不少数据差异，他们的统计核心在于追求全局的均值而非局部的峰值。那在最顶级的较量上，均值反而意义不大，峰值才是核心所以接下来我们会在这篇文章的基础上再更深入的去探讨选手的操作上限在哪。我们既然要找局部峰值，那在分析素材上我们当然是只选取发生对抗时的游戏场景，这样就可以让我们把复活赶路、线上发育这些无法拉开差距的无效数据全部过滤掉，只聚焦于高压下选手的操作数据。其次，虽然延世大学的采集工具有采集鼠标的轨迹，但这个指标在论文里只是辅助，他们的核心落点还是点击，无论是键盘的点击还是鼠标的点击。但我们已经反复强调了，撸啊撸是一个重右手游戏的原因就在于鼠标同时承载瞄准和走位两个职责，所以点击作为切入点就会忽略掉很多东西。而想要描绘职业级的指标，那我们就需要更高阶的数据。所以我们的切入点不是点击，而是纯粹的鼠标移动轨迹，因为鼠标点击的是结果，而轨迹则代表过程，代表着选手最底层的操作习惯和思路。越顶尖的选手轨迹效率就越高，只有这样他能在极限的操作窗口期尽量的做到稳定和高效，做其他选手能做却不敢做的操作。所以用鼠标轨迹为分析底层逻辑，用局部峰值的采样标准来区分职业级的天才与普通，这就是我们给出的分析思路。那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完成了定性，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接下来就是如何定量了，确定什么程度是好，什么程度是坏。鼠标轨迹由什么构成呢？坐标，但只考虑准星的坐标形成的轨迹它又不够，因为前面说了，鼠标不仅仅承担的是瞄准技能释放的职责，它同时也要承担走位的指令如果说撸啊撸比拼的都是镜与泽拉斯开大这样的场景，那么我们只寻找鼠标轨迹自然也够了。但绝大部分场景我们都得考虑英雄所处的位置与鼠标的相对关系，所以除了鼠标的轨迹外，我们同样要找英雄的位置轨迹，而两者结合才是我们需要的真正的操作指标。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获取这两个数据的坐标来作为我们分析的初始数据。在采集初始数据这块，我们选择了目前市面上非常成熟的 YOLO 模型。YOLO 是目前目标检测模型领域最主流的实时框架之一，通过深度学习就可以让它帮我们识别我们需要的对象。鼠标首先是比较简单的，我们把新旧不同的指针图像喂给 AI， 让他们知道我们要什么。但英雄就比较麻烦了，那么多不同英雄加各种动作要全部学习很啰嗦。但我们采取了一个取巧的办法，就是不管具体的英雄是什么，我们只找英雄头顶的血条，借用特征明显且统一的血条框，再来后续定位英雄的坐标，那这样就简单多了。但即便如此，考虑到旧版指针、新版指针、色盲模式、非色盲模式，所有排列组合每一种都要给 AI 单独跑一遍。我们虽然手动标注了约2000张图，但还是发现有大约5%的帧识别结果存在问题。原因是游戏里的东西有点小多，比如什么团战特效、伤害数字、直播画面模糊，包括摄像头遮挡这些，我们只能说换各种方式来消除这种影响，比如提高置信度的阈值，
这种处理呢，理论上能把低质量的检测结果丢掉，但丢失目标真的比例也跟着上去了，我们没有能检测到的空洞也会更多，所以还是又得换方法。后面我们加强训练数据，把遮挡严重的针单独标注进去，这样虽然啰嗦点，但确实有了些效果。可在画面出现比较极端情况下，它还是扛不住。到最后，线性差值、样条差值我们也都上了，但手动复合之后发现还是不太对劲。最后我们是通过卡尔曼滤波才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不是我想拖更啊，只是这些东西确实需要灵感。卡尔曼滤波不是在2点之间划线，而是根据鼠标当前的速度和方向去预测下一帧最可能出现在哪里。毕竟大家的鼠标运动它有惯性，这是物理事实，那得出来的结论就靠谱很多了。再加上一个手动复合，我们总算捕捉到我们想要的坐标轨迹。到这里，工具算是训练完了，后面我们只需要将视频素材扔进工具进行识别，让它自己来工作，就能导出我们需要的关于英雄和鼠标指针的坐标数据。同时它也会生成一个这样充满鼠标和英雄在不同时间段的坐标信息，而将左边这些连起来就能够得到轨迹。但这呢只是原始数据，它就像一份刚宰出来的新鲜猪杂，我们还是要处理后才能扔进锅里炒，炒完才能上桌给大伙吃啊。原始数据无法直接使用，所以我们要开始进入计算了，我们要将原始数据变为分析数据，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结论。在职业级的比较里，鼠标移动越快一定是越好的。这个速度不是说鼠标 DPI 这种，而是你完成想要轨迹的速度。为什么越快越好？除了越快的速度能有越多的走位外，我们从瞄准来讲，为什么高手释放非指向性技能往往会选择往目标身后或者脚下放，而不是身前呢？因为鼠标离你的英雄越近的情况下，你鼠标调整相同距离，最终落点的角度会比放在目标身后要大，所以越往敌人身上瞄，能微调跟枪的误差就越小。而这也意味着在兼顾走位指令和进攻指令时，你要付出更多的鼠标轨迹，所以能掌握的鼠标轨迹速度越高，那在操作上的上限天赋这块就肯定是越高的。再次强调，这不是单纯的说鼠标 DPI 越高越好，而是你在你能掌控的速度下，它的速度越快越好。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撸啊撸是更追求瞬间爆发的，操作的需求得在操作窗口期内尽量的多做轨迹和多完成动作。可英雄本身它又会存在操作的上限，有些英雄尤其是辅助位就是不需要那么多复杂轨迹的，它也能完成同样动作的。玩 EZ 基础的操作行为下， EZ 所需要的鼠标移动距离一定是比玩石头人要多的，这不是歧视啊，而是客观存在的英雄差异。所以只靠鼠标的速度这一个单一指标它不够，此时就得用上英雄的坐标，结合鼠标轨迹去更好的描绘操作了。来看这波素材， Carry 的派克在一开始鼠标是在这个位置，而英雄在这里，而3帧以后他的鼠标就跑到了这里，而英雄几乎没有变动。那基于这个英雄的原点，我们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角度？这个角度我称之为方向角。我们将每波操作下的角度变化靠着坐标进行采集。找这个指标是因为走位时我们往往会把鼠标压在脚附近，但瞄准时又要把鼠标甩出去，这个反复的过程体现在数据中就是向量不断的翻转，角度在不停的变化。方向角这个指标就是衡量这个翻转有多剧烈有多频繁的。如果一个选手拥有高频的折返角度，说明他在攻击防御指令的切换速度极快，因为这2个指标都是集成在右手鼠标里的。而你越频繁的切换进攻指令和防守指令，也能侧面的代表你能预输入的窗口越少，能够留给对手的迷惑性就越大。这个数据越高，微操理论上也会更好。OK， 围绕着鼠标轨迹，我们已经有了2个可分析数据，坐标是点，连起来就是轨迹线了。那我们可以通过对线的思考来描述选手了。接下来把 Euler 解析出来的坐标放到我们做的算法里，我们的算法主要是先筛选操作窗口期内取其中的 top 5% 到 top 10% 的峰值操作，再基于这个数据表去计算这部分峰值数据的误差棒。还是拿 Carrier 的派克操作为例，在2个素材里 Carrier 的连招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包括一闪完的走位，整个鼠标的轨迹那会非常的类似。那么在算法处理后，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数据表，可以看到同款操作在数据的呈现上就是非常相似的，无论是鼠标速率的最大值还是方向角的变换角度，基本都在一个区间，包括4个角度的调整次数。虽然每个角度在次数上都有细微差别，但这非常正常，毕竟 Carrier 的派克是这样转鼠标的，哪怕是同
一个操作连招，但对手不同，位置不同，也肯定要存在一些细微的误差。但这种数据表对大伙来说还是不太直观啊，而且也不好展现误差棒，让大伙感知峰值操作里的这个波动区间。所以我们又做了一个脚本来将数据更清晰的可视化，同时考虑到不同英雄的操作逻辑，它所承载的上限它不同啊，所以我选择用拉克斯这个偏长手、偏进攻拉扯的法辅，先进行一个横屏，方便大伙去理解。在对象选取上，我们找了一个拉克斯的绝活哥、Mako、玛塔还有神秘人与 Keria 的数据放在一起可视化对比。当然我们没法追求场景完全一样啊，所以只能靠多跑一些数据来降低不同操作之间的误差。最终呢，我们能得到这样一张大表，一共3大基础数据加4小进阶数据。那我们在解读前必须强调，量化不是单纯的龙珠战斗力比拼啊，而是用更多维度的数据进行分析，去做更深入的解读。3大基础数据里，鼠标速度和方向角这2个我们前面已经讲了，是拿来衡量天赋的核心指标，而鼠标和人物的平均距离则是帮助我们分析辅助参考的。单看这个数据的高低是不能直接判断好坏的。比如单英雄的场景下，拉克斯作为长手，那鼠标和人物的平均距离普遍就应该比较高，因为你进攻时鼠标要瞄准去放技能去拉扯，就需要频繁的把鼠标放到对手附近，而长手是很少和对方目标贴脸的，你不进入射程就不需要高频的操作，那就不会被我们筛选出来。所以长手的鼠标和人物平均距离比较远，很正常。数据显示也是如此啊。这项指标除了 Keria 垫底外，其他4个选手都在一个区间。Keria 低是因为 Keria 自己操作习惯和其他人不同，要知道他比绝活哥都低了接近50%，这说明在对抗下 Keria 他还能保持着鼠标在人物附近进行微调走位。那这样鼠标放置的习惯不会加大瞄准的压力吗？这就得看 Keria 的鼠标速度均值了。在 Top 5%的峰值窗口里 ，Keria 鼠标速度均值能达到2823，比最低的 Mako 要高出43.6%，仅次于神秘人。更关键的是，当我们把采样门槛从 Top 5%放宽到 Top 10%后，按理说数据会被更稀释，均值会出现大幅度下降。这个情况也确实发生了，但我们可以注意到 Keria 的下降幅度却又是5个人中最小的，均值仅从2800降低到了2660。要知道，均值最接近他的玛塔，可是从2700直接跌到了2300。即便是熟练度稳定的绝活哥，在更低的均值下，他的下跌幅度都比 Keria 多接近100点。这说明 Keria 不是只有最顶尖的那几个瞬间很快，而是稳定的很快。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误差棒很短，因为他能够持续的复现这样的高速爆发。虽然我们前面给过一个结论，那就是误差棒的范围在操作领域往往能代表上限，但问题是 Keria 的均值很高啊，那下限都是别人的上限了，那这就是一个很恐怖的地方。鼠标速度这个指标有点像我们开车，它代表着当你油门踩到底后，车的峰值速度能有多高，但除此之外，你能维持在这个峰值开得多稳，那就是另外一个维度的强了。当然，这里有在鼠标速率上，无论是均值还是误差棒，都表现得极为变态的神秘人。我想大伙应该也能猜到是谁吧？没错 ，Faker。在找素材时，我发现他也玩过不少拉克斯辅助，所以就放假一起跑了。没想到 Faker 的数据这么华丽啊！其实 Faker 对于拉克斯的操纵习惯和其他人区别不大，毕竟我光真不是什么复杂的英雄，就是技能瞄准、走位穿插这些基本功，但就是最基础的数值比拼上 ，Faker 能够做到完全碾压。鼠标速率均值第1，误差棒范围第1，在方向角上也仅次于 Keria。只能说中单是这样的呀，天赋确实是最顶的一批。值得一提的是，鼠标速度不错的绝活哥却在方向角指标上被职业组完全碾压了。前面说了嘛，方向角是一个微操的数据代表，你产生越多的方向角，自然会产生越多的攻防切换。而绝活哥虽然手速够，但在对抗中能够做到的微调细节就没有职业组丰富了，那这也算是一种上限差距。那么 Keria 这样的数据表现在实战中是怎样展现的呢？我们来看这段素材。这波 Keria 先是大量小走位来微调身形，在点击往左走位后，发现没法躲开机器人钩子了，于是瞬间大拉鼠标位置，交出闪现，这是鼠标速度的体现。而关键的地方来了，在闪出后的一瞬间，他的鼠标立马定位瞄准到了左侧的沙皇，将鼠标指针瞬间瞄准到了身后，放出 Q 技能控住，然后鼠标又马上回到身边，点击小身位调整，再顺手放个 W， 从一次定位到完成瞄准确认，这个过程极快。这是为什么 Keria 的方向角指标非常夸张，尤其是90度以上的大调整，它是一骑绝尘的。
而 Carrier 的鼠标离英雄平均距离很近，是因为它主要靠快速定位来完成瞄准动作，而在瞄准前就是用大批量的小走位来保持给对手压力。我得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数据是取峰值操作中的峰值，而这种数据维度它不存在无效操作，每个轨迹都是选手希望做的。而在鼠标操作快准稳3个指标里，准这个事儿在筛选时就已经被确定了，只是为了达到准，选手能否还保持快与稳，这就不好说了。相比 Faker 的操作就更正统一些，可以注意到 Faker 鼠标点击的位置普遍离自身英雄更远，这样会有更多的预输入空间，同时也会更容易进行瞄准，这让他在观察对手的反击的同时，能够超快的做出反应。所以 Faker 的拉克斯是没有那么多小碎步的，甚至还在冰堆里停下来卡位的同时，鼠标锁着 EZ 角进行瞄准。可以说操作习惯两者是完全不同的，一个更多的是高频走位施压为主，技能释放偏一次定位靠甩出去，另一个则是追求命中率，靠锁脚跟枪再配合大角度的鼠标挪动来进行拉扯。可以说作为同英雄的横比， Carrier 和 Faker 虽然许多数值是接近的，但习惯差异还是很明显的。看完基础指标，我们再细看方向角的4个进阶角度，可以发现 Carrier 的拉克斯在15和30这样的小角度微调表现就是很夸张的，比最低的 Mata 高了7、8成，这符合我们说的小走位贼多。这种情况下